这个是不是你做的馒头？死硬死硬的，发不起来，要不坑坑洼洼的。今天教会你。好吃。上课，今天我们要讲馒头，但是我们讲的是入门级的啊。食材只有3个：面粉、母、水。网上还有很多配方，加什么白糖啊、猪油啊，这些都是可有可无的。然后粉就是中筋，你不要看网上配方说什么，哎呀中筋、低筋、高筋，然后什么掺，没有，就是中筋，或者是多用途粉。酵母，普通酵母，网上一般都说温水，是不是？我们非常建议的是，就常温水，到了夏天甚至要用冰水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手残，你不是高手，你的操作越慢，它就会发酵的太快，只能用常温水或者是冰水，让它慢慢的发酵，给你足够的操作空间。比例啊，500克，酵母粉5克，水230。夏天比较热了，你可能稍微减个5克。那冬天比较凉了，或者你自己手揉的，想要面软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再加个5克。有没有不懂的？接下来我们来讲操作，最重要的2个操作，一个是揉，一个是发酵，这2步是最重要的。揉面揉到透，揉到光，这个很难，因为我自己揉过，想要把面揉到我们需要的状态是非常难的，非常累的，所以揉面很重要。第二就是发酵，有2种方法，一种是1发，这个比较简单，一种是2发，相对来说麻烦一点，我们等会儿都会介绍。操作过程当中有一句话一定要记住，看状态不看时间，我会给你参考时间，但是你不要就盯着这个时间，我说发酵1个小时，你掐着表的1个小时，然后做完了不成功，傻逼啊，不是不是教，我不承认。我们先讲1发吧，缺点是什么？风味不够足，因为它发酵时间短，没有足够的时间让酵母去和面去发生反应。但是它有好处是什么？第一，省时间，省步骤，它的外观好看。1发的馒头非常光滑，有的人叫水光肌馒头，它的制作流程就是和面、揉面、醒发，然后直接蒸制，它只需要1次醒发就可以了。对于我们新手来说，可以先从这个开始。酵母先到水里去融化一下，完全融化，没有颗粒的状态，把它倒到面粉当中去，搅拌到没有干粉，用手掌的掌根部分去这样。这一步不求揉匀，让它松弛5分钟。放了5分钟之后，这个面会变得比较的软，就可以开始揉了。相信你们也在网上看到很多种揉面方法，比如说把面这样搓开，再叠起来揉，再揉回来，然后再这样搓开。还有另外一种做法，是把它擀得很长，这样揉，就有点像我们拉面那种手法，然后再叠起来，再叠起来，继续这样揉。但是这2种方法我都不推荐，2个原因。第一，费力；第2个原因，我们手是有温度的，酵母在我们手温度的作用下会持续的发酵，而我们做1发馒头是不需要它很快发酵的，因为它一旦发酵了，里面有气泡了，怎么都揉不光，怎么都揉不匀了。我们推荐用擀面杖方法，粗一点擀面杖啊，擀开，擀薄，这个是模拟压面机的，然后把它叠起来，再擀开，用你身体的力量都压上去。揉成什么样的状态呢？切开这个面，观察它的切面状态，还是有这种小泡就不行，我们要揉到非常光滑均匀。当然，最快的方法就是用压面机，用我们手掌掌根的这个部分压下去，就叠进来，这样叠进来，这样。接着我们要把这个要滚高一点。好，12分钟，这次我不焖了。网上有的说焖，有的说不焖，我们直接不焖，看结果。哇！先错了，操！这馒头感觉没形啊，没发起来，它是发酵时间不够是吧？哦，不能浪费。按理来说不是很简单，应该一次性成功的吗？我感觉我每一步都很牛逼啊，每一步都没错啊。你们那边有没有一个上梁的习俗？就那种农村自建房盖完之后，把那个大梁上去的时候，主人家会在上面扔一些糖果啊、水果啊，然后馒头啊，这种仪式我们那边有的。如果用这种馒头，是得出人命的。把它放到一边，醒面10分钟，简单揉匀。压面机我这边选的是24厘米的，宽度一定能调到2厘米厚的。如果有的特别薄的，它就没有办法揉面。压完之后不是叠起来了吗？镂空的2头再放进去压，你不要这样压，这样压它有的时候这里会气泡。压面的过程大概要有个15次左右。这个是我们没揉透的面，这个是揉透的。首先它细腻光滑，它里面没有气泡，另外它变白了好多，这个面就是揉好了。接下来把它切成我们要的馒头的形状，小馒头啊，我们今天是。就随便摆摆了，这个肯定能成。馒头的发酵，我们用了一块湿的纱布，蘸满了水，然后拧干它。注意啊，不能让它碰到馒头，碰到馒头它就发不起来，所以最好中间架一个什么东西。我们今天的温度大概是28到29度的室温，发酵了大概有50到60分钟，然后才发到我们要的那个状态，体积膨大了1.5倍。按压之后，它能够快速的回弹，但是会留下一个小小的浅坑，发到这种状态就可以了。如果说你按下去没有回弹，说明没有好，其他的应该暂时没有。等会儿蒸出来再看它的效果吧。12分钟，来。简单轻松，我以为有多难呢。哇哦，你看这个，你看这个，
哦，你们就说这个有没有水光肌？光滑不光滑？看一下啊。甚至回弹到太快了，根本展示不了它被捏扁了。甚至你能听到那个气体排出去又吸回来的声音。这还说什么呢？什么入门？显然已经精通了，是不是？做这种馒头只有一个东西我推荐你们，我觉得100-200块钱就可以搞定，压面机。你只要有压面机，你做不出这种馒头来，我跟你信。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在于什么？手残。只要解决了手残这个问题，把揉面这个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就能做出这么牛逼的馒头。这个是我发酵没有完成的时候按了一下，它当时没有回弹，结果它就留了一个坑在这里。后面我们发酵的回弹了的，它就没有坑了。所以说就是发酵了一半，戳一戳它，如果戳了之后它不回弹，说明还没发酵好；如果戳了快速回弹就 OK 了。揉的方法，压面机叠就叠15下，成功。确实风味要差一点，但是我觉得它仍然是有意义的。首先它很漂亮，这点就很加分。第二，它操作简单，流程简单。那如果你想要更香的、更甜的，用二法的。我们接下来就讲二法。补充一个知识点啊，就是关于面粉的筋性。中筋粉我们所说的蛋白质含量是9%至12%，这里就涉及到一个食品营养成分表的一个小知识。食品营养成分表一般前面是蛋白质，对吧？后面是每100克有多少重量，然后后面有一个 NRV，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注意过，这个写19%。那我们买面粉的时候看的是什么呢？看的是这个值。比如说这个11.5克，那它的蛋白质含量就是11.5%，而不是后面19%。19%这个数值指的是每日人体所需营养的多少？它是一个跟人体需求相关的参考值，而并不是蛋白质的含量的参考值。确实太容易有歧义了，大家一看这里所以其实是看中间这个数。接下来我们来讲二法的馒头，最重要的区别就是它要分2次发酵，然后它因为发酵的时间长，所以它的风味足，它的香味也更足，可以是温水，但是也不要超过35度，超过35度酵母就失活了。先是和面，然后揉面，第一次醒发，这个时间比较长一点，1到2个小时。它的目标要发酵至2至2.5倍大小，同时这个面团你用手按进去之后，它要不回弹不塌陷，我们要看状态不看时间。醒发之后最重要的一步来了，排气。你做出来的馒头不光滑塌陷，表面坑坑洼洼，就因为排气排不好。排气要排到什么状态？一定要特别细密，没有大泡，光滑洁白的那种状态。排气完了，然后就封剂子整形，然后再2次发酵。发酵的时间不需要太长，20至40分钟时间。手指摸上去要轻微回弹，同时你也能感觉到整体它是变轻了的，然后再蒸制。当然有很多很牛逼的大师，他们能够做到蒸完之后不焖。我觉得我们不要挑战，没必要，就等个3分钟时间，2小时等了你3分钟，你等不了吗？对不对？这样就完成了。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怀疑过，就是为什么水和面粉的混合需要少量多次，然后搅成絮状，其实是为了降低你的操作难度。变成面絮的这种面团啊，它轻轻一压就会揉成团了。松弛10分钟之后，把它揉光，35度左右的水里面去醒发了。有2倍大啊！这次真的大好多。我们直接拿出来看状态。哦，排气，排气。一定要把气全部排掉。这次我们因为多加了5克水，操作起来难度降低了好多，它变得更软了，明显的变白变细了。整形，先压扁，然后再对折进来。已经揉光了，就不需要太揉了。有的人说要揉50下、100下，其实没必要。案板上稍微喷一点水，这样给它增加一个阻力，往前推，它就会这样滚一点进来。手是 C 型的形状，推，推，推。接着我们要滚高一点。发酵的环境要温暖湿润啊。这个是最后一个包的，这个是开始的，这个都已经塌下去有点发了。现在发酵了12分钟，整体来说发酵的还是不错的啊。一定要揉好，揉好的它就会表面很光滑。后面我们因为手忙脚乱，有的就没揉好，就是这种状态，轻了蛮多的。能感觉到回弹吗？其实现在就可以蒸了。有没有觉得这个有点攒劲？好爽啊，这个烟，这还是小火呢，我跟你说。哇哦！笑出声了，我已经可以吧？这算成功没有？揉透了的，它的表面就会很光滑。这还没加猪油呢，加了猪油可能更光滑。这个能不能给我80分？看一下这个回弹状态，按下去很快回弹，状态也是非常的软。撕开看一下它里面的状态，细密的、绵密的，最好吃的就是这个。哇！解压不解压？作为一个南方人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江苏省常州市金坛区东方村的人，算南方人吧。我南方人能够做的，我给自己打80分。简单做一个小总结，我们先说一发，尽量让它发酵慢，用冷水，不用手。
让它在你整形之前不要发酵，整形完之后一次发酵成功。然后揉一定要揉透，注意我不是揉光哦，是要揉透，揉到完全没有空隙的那种变白的状态才可以。然后发酵，直接一次发到2倍大，上锅蒸就完成了。二发有很多差别，我发现，首先用温水，水多一点，发酵会更快一点。比如说我们冷水用230克，如果说二发馒头，你就可以用240，甚至250都是可以的，大的降低了你操作的难度。然后加糖，我们发现加糖5至10克能非常大的加速它的发酵过程。它分2次发酵，第一次要发酵至2倍大，刚才你们也看到了，它里面的状态是非常好的，非常多的那种组织。第二次只要15分钟，但是这个15分钟是指的是用手揉的方式，手揉就会使得你这个面团的温度啊，它会上升的很快，加速它的发酵过程。整形完之后，你再发酵就只需要15分钟了。最后我们再说一下常见的问题，第一是表面的坑洼，这就是揉面没有揉透，尤其是2次排气之后，它里面因为还有那种气泡，这个气泡的发酵速度跟它再次产生的那个气泡速度是不一样的、不一致的，就会导致它表面坑坑洼洼、塌陷，还有鼓包的问题，是因为火太大了，有的压力差，馒头被高压的蒸汽蒸开的时候，它会膨得特别大，然后在一遇冷迅速收缩，就会立马把这个压得塌陷下去。有什么解决方案呢？第一是把火稍微调小一点，不要膨得那么快。第二个，蒸的时间长一点，让它内部的结构更加稳定之后再开盖。当然，最牛逼的筷子抢救法，趁它塌陷的时候一戳，快速戳破它的表皮，内外气压瞬间平衡了，它就不塌了。然后还有太紧，口感太扎实、太紧实。第一是因为发酵没发够，第二是压面机压的次数太多了。我有了这个设备，我感觉很屌，一直用它，因为它揉得很光滑。但是我有的时候也太依赖它了。1次发酵的面压面大概是15到20次之间，那2次发酵10次以内就可以了。你只要把气排光，不要一直压一直压，你把它压得太紧了，再发酵起来难度就大了很多。然后其他的我觉得相信应该都比较简单了。变量实在太多了，我没有办法跟大家控制变量了。好吃，我觉得这个算成功了。好。